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新年伊始啊，这个俄乌的冲突或者俄乌战场上就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第一个事件呢，就是在新年伊始，就基本上凌晨的时候啊，0点的时候呢，这个乌军呢向俄军的就是卡夫耶夫卡这个地方呢，发射了海马斯的火箭弹。那么击中了就是俄军的一个兵力的临时集结点，那么给这个俄军呢造成了人员和武器装备上的重大伤亡。按照这个乌军的说法呢，是这个打死了这个300多名这个俄军，然后400多名受伤，而且呢把他就是在附近的这些弹药也给一并报销了。那么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战果。那么作为俄军呢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新年伊始这个俄军呢他的一些这个官兵在卡夫耶夫卡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地点，实际上是一个专业技术的学校等于是一个校园里边他有大量的这个官兵可能在这庆祝新年的活动，然后呢这个也有武器装备在这个学校里边集结，结果呢遭到了乌军的袭击。他自己说呢是造成了大概80多个官兵的伤亡当然弹药可能也被击中了，那么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吧这是作为就是一个前线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跨年度的时候呢，这个乌克兰的基辅这是首都它是停电了，而且呢这个供暖也没有就是全部的保证，所以说呢这个整个乌克兰全境呢基本上它还是处于战争的状态，很多的城市都拉响了防空警报，因为它遭到了袭击。基辅主要是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据报道呢是50多架无人机在对它进行这种比如说自杀式的攻击或者是这种打击。那这个给基辅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按照这个乌总统泽连斯基说的嘛，看样子这个俄军在改变打法，他想用这种无人机，用这种导弹来打击我们各个就是城市的这些重要目标呢。那你得防御这样的话呢，他老来因为无人机的成本比较低嘛，导弹也是零星的发射，那么你就要用大量的防空反导的武器去进行拦截。那你这样的话，很容易被这个俄罗斯把自己的武器弹药都消耗光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新年的情况。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首先就是这个乌克兰作为军事上它的这种打击方法或者是这个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你如果就是乌军和俄军在战场上迎头对撞就是面对面的军队直接交火，那可能各自的损伤是50%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比例，就是你打他，他打你，双方肯定有伤亡。但是你现在把情报搞准了，他的兵力在那儿集结人员嘛，可能庆祝完新年之后呢大家都疲劳了休息了，那都进了房间了，那你只要把楼炸塌了，那肯定这个人员肯定全都伤亡了。那这种打法对乌军来说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你没有自己人员的伤亡，装备呢你打完了你就跑了，别人也没法找你，所以自己基本上没有伤亡，而对方的损失却是相当惨重的。所以呢他应该说就是这种作战的方式对这个乌军非常有效。那么对俄军而言，它是应该是巨大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因为战争一发生它是没有前方后方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比如说学校是你占领了这个区域里边是安全的，但是现在的武器装备平台打击的距离是很远的，上百公里是可以够到的，而且是非常精准的呀，哪有前方后方所以你不能把自己当做后方你还有一个就是在战争中是没有节假日的，特别是重大的节假日就更要提高警惕因为你庆祝新年去了，那对方可没有在庆祝新年呢，人家是想着怎么收拾你呢，你在这儿就是欢乐去了行了，那接着就是遭到了打击。所以在这个战争中不能有这种就是所谓放假的心理，还有呢就是你要严格遵守
这种条令条例，因为俄方的这个媒体呢或者相关的部门说要整个在俄军中啊查找这种就是漫不经心，或者是就是把这个兵员和武器装备集结到一起啊这种方式，而且呢，比如说他们还说这个通信联络的啊暴露。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是指挥官的问题，因为你把兵员和武器装备啊不是在战场上啊，而是在一个集结地里边，都放在那么一个很小的区域里边，是违反条令条例的。所以呢，你不应该这么做。它可能存在侥幸心理，就是说我临时放一下，又是过节，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恰恰就是过节，恰恰就出了问题。所以呢，不能有侥幸心理。当然，这都是对俄军的教训。但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来看，尽管乌军啊这次打得非常成功，那么取得了相当的效果，那是不是就因为这一个突袭就可以改变整个就俄乌冲突中战场局势呢？还不可以，因为它毕竟也就是一定人员的这个伤亡啊。那当时呢，他还报道说，俄军还从13个就乌东地区13个地区对乌军发动进攻啊，都被乌军给打退了。那就说明这个俄军他并没有完全都是放假，都是在庆祝去了，他还在进行相关的这个作战啊。这是一个从战局上讲，不能因为这一个战斗就是说明啊就可以取得整个的整个战场的态势改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乌克兰总统提出来的，就是俄军改变了方式。实际上我认为也确实是这样，因为他现在打击就是对乌克兰全境的这个目标，它不是某一些战场上的目标，那么这就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毁坏的是这个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大概现在有 50% 被毁坏了。那还有基础设施，我们讲你如果没有电力，没有基础设施，那你这个战争的就是后续的支撑能力是要受到大幅度的削减的。因为现在俄乌冲突，俄乌的军队都处于一个僵持状态，特别是这个乌克兰军队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你源自西方，来自美国，来自北约，实际上人家掌握着你的命脉呢，人家不给你提供武器或者不足够，你在战场上就很难支撑啊。所以你这个自己的就是经济支撑，生活就是民生的这种支撑，你如果不够的话，那你现在就是战争的潜力啊，你就没法坚持那么长。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它现在是就是在武器装备生产上啊，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加班加点的生产这种武器弹药，因为它前方的需要嘛。因为从俄罗斯总统这个普京他发表新年讲话的时候，他后面的背景都换了，是一些就是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士兵的图，说明他现在把俄乌冲突当作全国的头等大事。当然他没有宣布俄罗斯进入一种战争状态，但是他起码看出这种态势。所以我们讲通过这个目前就是俄乌在新年伊始各自做出来的一些军事上的行动，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战事还仍然比较的焦灼，而且呢下一步还会有新的发展。但是呢双方应该通过现在的情况的变化，改变自己的一些战法或者是作战的方式。你这样呢就从军事上你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